这一期的话，我们也请到了杨老师，对电商行业进行一些分享。因为在我的传统印象里，我就是觉得电商就是作为一个平台去连接消费者跟生产者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多厂商都可以做到的。那您觉得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主要的竞争壁垒是什么呢？比较主要的还是产品。你做精品的话，就要做差异化，做你这个产品，有没有很好的竞争力？一般它具有3个因素就行了，叫第一质量要好，然后第二实用，第3美观，第4性价比要高。你做到这几点的话，它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它在各个平台、各个国家都会很好卖的，这个是其中一点。但是也有些公司喜欢做铺货或者其他的，他可能会把那个 IT 作为最核心的东西，他们那个系统有很高的效率，他到其他平台一天可以铺几万个产品，他也会获得很大的流量和单量，他也可以发展得很好。也有些公司有很大的资本的，资本也可以成为他的那个壁垒。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电商这个行业有哪些玩法吗？就比如说您刚才说的精品，还有铺货这种。能盈利的模式一般就3种，一种是做精品，就做产品的，打爆款的，就是把一个产品做到极致，做性价比做得很好，然后品质质量都做得很好，也做得很美观，然后它在各个平台上卖，就靠几个产品就卖得很好了，一年销售额也做到很大的那种，甚至一些做到几个亿的，这个可能就叫精品了，就是产品比较少，就是那个链接很少 ，SKU 很少，每一个都做到很极致，针对市场的那个产品的痛点啊等等，就改进产品的，这种就是精品了。一种是铺货，就是类似一个超市，就是里面一个店铺里面什么都有，客户需要买什么都可以满足他。这种的话，可能它不会占据一个类目里面的前面的那些排名，但也有一定的流量，所以它也能生存下去。这样的公司，它有个优点就是这种模式可以复制性，它通过人力啊，通过 IT 的形式复制的话，它可以快速做得很大。然后精品的话，它更多的看那个老板的把控，对品质的把控，对那个质量、对选品的把控等等，就是对人的依赖程度很高。它有好处就是不用那么多人力其他开支，但是它也有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复制很难，缺1、2个人就可能就对公司打击很大了，尤其缺选品和运营那个人，就很难发展，很难做大了。但也有些老板很努力的，也能做得很大。也有些公司也成立了那种选品部门啊等等，开发部门还有运营部门啊等等，成一个流水线也能做得大的。比如说奥基啊那种，铺货做大的环球易购、那保时佳啊等等，这种公司就比较多，因为它可复制性。然后做精铺的话，也有些人是一边玩精品一边玩铺货的。铺的话，铺到一些产品好卖的话，他再做精品。这种的话是把2种的优势都结合在一起，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玩法。对于您来说，您已经进军了海外的几个市场，比如说日本、巴西这种，您会觉得他们之间的差异很大吗？也不算大，但是也不算小。不算大呢，因为就是我觉得每个电商的规则都差不多的，它的做法都一样，就是国内有产品卖到那里，它的模式是没有差的，但是也不算小，是啥意思呢？就是因为每个国家文化不一样的，因为欧美那里比较发达，它人均收入很高，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了，所以它那个商品啊各方面对品质要求很高的，尤其是日本人就是很严谨的，你产品差一点都会退货给你，这个退货率就可能会高，所以你必须要用好的商品给日本啊，甚至欧洲啊那种国家。欧洲现在已经大部分家庭都过那种贵族式的生活的，所以他们那个家里那个厨具啊、厨房用品，还有那个碟啊等等，都要是跟宫廷一样，就是有那种达到那宫廷那个级别了，就是贵族生活的嘛，也很有仪式感。但是那个巴西它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目前经济收入还是很低的，它可能
对那个品质要求不是很高，它比较重视的那个性价比，或者说这个商品能用就行了。所以说你在欧洲你要卖一个碗，你肯定是做成一个瓷器，甚至金属，有银的、有金的、有铝的，各种很贵的东西。但是你在巴西，你卖一个碗，可能是瓷器或者铁器都可以了。所以说每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还有那个经济水平不一样，是导致你的商品、类目选品等等也会不一样的。据我了解，在市场上应该还有比如像 Shopee 这种平台，然后您为什么当初就选了亚马逊呢？其实每个平台它都有它的红利期，还有成熟期的。一个平台新开始推广的时候，那个公司，他们亚马逊公司或者说其他平台的电商公司都花很多钱去打广告获取流量，也对商家有很大的那种扶持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进去的卖家大部分都是能挣到钱的。到后期，到了成熟期以后，他可能就会把那个规则各方面做得很严了，封店啊，或者警告啊，或者清除很多那种卖家，后期就越难挣钱。我们当时进去亚马逊的时候还属于红利期，所以就是选择了亚马逊。还有一种原因就是亚马逊在那么多电商平台中，它的单价算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你一个手机壳在eBay上卖，可能就赚1-2美金，或者几毛钱，就是0点几美金。甚至在亚马逊上，一般你都能做20%-30%的毛利嘛，做几美金的那种，其实客单价很高的。因为亚马逊主要针对是欧美的那个发达国家的那种市场，所以它对于那个小团队做精品的话，就是很合适的。然后虾皮它主要针对东南亚，它的单价是很低的，我们也研究过，它普遍的那个单价比那个1688还低，你是没法玩的，不管是玩铺货还是精品，很难生存的。而且身边能把那个做好的，我看目前看还很少，除非是一些工厂了，甚至有些人把虾皮当成清库存的一个渠道了。所以说我们并不会选择那种没有利润的那个平台，甚至选择一些高利润的平台。但是亚马逊目前在所有电商中，它的那个利润还是最高的。因为去年就亚马逊封店潮受，很多店铺受到影响嘛，这个对你们来说会有影响吗？或者说您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我们也受了一点影响，我们也有一个店铺有问题，但是被冻结的资金不算很多，就几千美金的那种，所以说整体影响不大。这件事封店主要多的是有一些中国卖家违规，也有一些是因为亚马逊临时改规则了，比如说那个信用卡，它以前是可以多个店铺共用，但现在它就不能了，就导致关联也死掉很多店铺。就是说一个店铺只能有一个。是，所以说也有一些是亚马逊临时改规则导致的，也有一些是就是以前的那个操作不违规的，现在变违规了嘛，所以就是导致封店没有，可能也有些政治因素在那里，可能中国跟美国的关系不好啊等等，导致亚马逊对中国卖家也不友好，所以各方面因素都有的。所以说我们目前有一些应对的策略，我们也会分散到其他平台，也会做很多店铺，也会在各个市场都布局，就是避免就是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是的，是的，就这样。您可以具体介绍一下您的策略吗？会方便讲吗？也可以啊。第一，你是多个市场都做嘛，比如说欧美，发达国家也做，日本，甚至东南亚，还有那个巴西等等。我们做铺货模式的是每个市场都做的，甚至你是每个平台都可以做。除了亚马逊以外，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本土电商的，我们都是用铺货的形式做过去，所以它抗击风险能力就很强大了。那您是怎么看待，比如说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比如说像 Seller X 还有Thrasio 这种，他去收购亚马逊的一些店铺的这种行为呢？资本是逐利的，因为他投资一个公司，等你做大做强做到上市，时间太久了，那个大部分资本都等不了，因为他的时间也是成本很高嘛，所以他更快的方式就是把现有的一些做的还可以的公司，有品牌的，他就把它买回来收购回来，然后打包上市，这种形式是最快获得收益的。
所以很多资本都热衷这个做法，也是挺科学、挺合理的，我认为。因为中国有一些企业它是很有野心的，它想做品牌出海世界的品牌，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根据不同公司的发展定位的，因为有些公司本身就做品牌的，他肯定希望这个品牌做得更大、更有价值。其实大部分品牌公司的归属都是可以走向上市的，而且被资本收购走向上市的，这是大部分那个老板想到的那个在获利过程的一个附加价值。他就想办法把公司做得越来越有价值，因为在他们眼里说值钱比挣钱更重要。这个是很有经济实力的那些创业者要做的。对于我们这些草根创业的人，可能第一步是先生存，先获得现金流。是的，没错。能有现金流对企业来说就是血液嘛，有了现金流你才能活下去，活下去你才可能谋发展。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走铺货路线，先获得一定的现金流，再来考虑那个品牌啊、发展啊等等。当然，说定位不同是可以这么理解。是的，而且呢，市场不同，对那个品牌、对那种公司的需求也不一样。品牌更多的是在欧美那些发达国家，他们比较认这个而需求这个。在非洲、南美还有东南亚这种发展中国家，其实他们没有那个品牌的概念的。现在有很多电商平台，比如说像 Shein 这种，他们都是做一些独立站。然后您怎么看待他们这种做独立站的品牌呢？以及您觉得他们制胜的要素是什么？是不同公司在不同发展中都会采取不同的那个战略的。因为像 Shein 这种，他们已经是做成品牌了。它有自己的品牌，而且有很多自己的用户了，甚至在各个跨境电商和各大电商平台上，都有自己的店铺在销量，就是也有流量，也有粉丝，也有客户了。但是他不希望受到各大电商平台的限制，他也希望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所以他就创办了独立站，把那些把他的客户沉淀到自己的平台那里，就是把流量，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掌控自己的命运，这样才可能走得更远。对于一个老板来说，也会更有安全感的。但是，一些铺货公司或者一些小卖家，他还没有这样的实力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做独立站来挣钱的。而且，据我了解，目前80%做独立站的都是亏钱的。因为它那个流量费太贵了，它必须在 Facebook 还有谷歌上通过广告，然后来引到独立站来购买。其实这个转化率是很低的，因为人本来就没有购买的那个意愿，然后涨到你那里，转化率是很低的，所以说效果并不是很好。但是这比不上亚马逊的，因为像亚马逊的那些流量本来就想买东西的，而且各个电商平台的东西，那种流量都是转化率很高的，就是客户都是有购买那个意愿的。您刚才说就是独立站那边他们的转化率比较低，那在亚马逊上面做广告或者是吸引客户是有什么方式吗？其实做精品的话，在亚马逊平台上它有2个排位的，一个是广告排位，一个是自然排位。自然排位就是广告排位，就看你出的竞价高不高了，谁出的钱多，然后谁就和大的权重往前排了。别人点击1美金，你花2美金一点击，所以你就很快就跑前面了。但是这种的话，大部分卖家是承受不起的，因为他肯定是亏钱的。但是他通过广告获得流量、获得订单，增加转化率，是希望把那个自然排位做上去。假如你说你做杯子的，你收那个杯子 CUP， 你的就排在第1位，那你的那个自然排位就很高了，然后就很容易获得流量，你销量就很高了。其实他做各种广告、各种运营手法，都是为了把那个自然排位做高而已。所以我觉得那个只是个手段。对，其实它的核心还是产品。你产品好的话，你那个点击率高、转化率高，自然就会跑到前面。因为最近有很多做快电商服务商，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公司，或者说您会需要这样的公司来？
我觉得这个做这种服务的公司，大部分都源于一个故事，就是旧金山那里有那个淘金潮嘛，其实挖金的风险，就淘金的风险很大的，也不很可能就挖不到金，而且大部分是淘不到金的。但是卖水或者卖锄头的那些人就肯定挣钱的，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源于这种思维，就给卖家提供服务。因为很多卖家其实也很难挣钱的，现在已经很困难了。但是他做服务的话，就能保证他的利润，所以他们并没有做一个就是整个产业链，就是做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对，他做这个环节做好，也能做大做钱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战术也是不错的。而且我也知道很多服务公司做得很好的，很挣钱。比如说那些申诉的5个人，1年的那个纯利可以赚到1000万。哇，那很厉害。就是对，或者说做申诉嘛，就帮你店铺遇到问题了，就给你申诉回来。也有一些帮忙注册的、代注册的，还有一些品牌注册的等等。他们人很少，可以做很大的。这样的公司，也是很好的。假如他不以上市为目的的话，只是挣钱活下去，他会活得很滋润的。你认为在今年2022年还是做电商的一个好的时机吗？其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机会的。你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一些前辈了，我也身边有一些很成功的商人，他们有几个亿资产。我也问他，他说你那么成功，是不是你当年在深圳的机会，比别人早？机会多呢？因为你来得早嘛。是。但是他说其实不是的，是现在的机会比以前更多。为啥呢？因为他说以前他没有什么信息的，找工作很难的，就是一个工厂的找，而且交通也很不发达，很不方便，3G 啊各方面信息都很差的，所以说他当时机会很少，但是他都能做得很成功，做得很好。但今天呢，他觉得现在什么工具都有了，比如说你招人，你可以直接用 POS 直拼了，你了解一些信息，你可以有互联网啊，有手机啊等等。其实我们今天能用的资源啊工具会更多，理论上今天我们的那个资源机会是比以前更多的。我以前是16年就进入那个行业，其实那个时候也有人觉得晚了，但是我也可以在那个环境中找一些蓝海市场，比如说欧美竞争很激烈嘛，红海嘛，你也可以找一些蓝海的，比如说日本啊等等。比如说今年很多国家都是竞争很激烈的，我们也会选一些蓝海市场，比如说巴西啊等等，印度啊、东南亚啊，甚至韩国啊等等这些国家，就是很少人做的了，它也是一些蓝海市场了。所以我觉得任何个时代、任何个时候都不会缺那个机会的，看你能不能发现。就好像以前有人说一句话说，这世界不缺乏美，只是缺乏那个发现美的眼睛。是的，对一个商人来说也是，商机随时都在，看你能不能发现而已。机会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对。当然也是有个问题，就是你那个眼光会跟你那个对社会的认知成正比。你必须对各行各业和对这个行业了解很深，你才能发掘那个商机。谢谢大家观看到这里，感谢杨老师的分享，感谢我们，然后谢谢大家。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就是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也欢迎发邮件给我们。感谢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订阅，打开小铃铛。谢谢，拜拜。